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要出发去洛杉矶啦。这边就是联合车站的停车场。哇，我们进到联合车站啦！那你看这个壁画。我们到这个联合车站啦，它就是美国西部铁路的一个主要的运输的一个枢纽。然后你看这个地板，这是大理石的哦，闪闪发亮。然后这个候车大厅啊，它也是很有历史，很多人在这边等坐车，它是要有车票才可以在这边等的，它是怕有一些流浪汉会混进来在里面。然后这边很多警卫。联合车站啊，它是洛杉矶一个指标性的地标哦。它创立在1939年，已经有85年，快要90年的历史了。你看它的设计啊，真的是很有西班牙殖民时代的风格。它当时大概花了1100万美元吧。然后在1980年的时候，它已经被列入国家史迹名录了。哇，你看它的内部好典雅哦，它用大量的圆形拱门当做空间的延伸。你看它的天花板，你看灯饰。你看这个有30英尺高的窗户，还有镶嵌大理石的地板，哇，还有好多这种手绘的几何瓷砖哦，哇，这些都好漂亮，好漂亮。这边的车站也可以当做婚礼的场地使用哦，也可以租借。这里呀，也被很多知名电影啊来当做取景的场地，像珍珠港，真的是很漂亮。这里是擦鞋子的地方，擦一次是8块美金。这边今天被包场了，因为它有特殊的活动，就是可能有人会来这边办婚礼，就可以把这边场地借下来。哇，你看这一角也是很漂亮哦。哇，你看它旁边那个落地窗，超美的。然后刚好旁边有一个英文的导游，带了一个小小的团体在这边进行解说。这个就是联合车站的外观啦。啊，你看这个钟楼，还有棕榈树，还有这30英尺的大落地窗。我们到奥维拉街了，这边是小墨西哥，里面很多墨西哥元素，南美的风情都在这边。然后我们主要是要来看这边有一个在洛杉矶最古老的房子，就在这一条大街上。这边等一下沿路会卖很多墨西哥的产品哦，很多他们墨西哥特有的一些文化的东西，我们去逛逛看。哇，这个有骷髅头的围裙，好可爱哦。哇，这边是卖墨西哥零食的。啊，这边就是卖纪念品的。哦，这个也是为了那个亡灵节做的一个装饰。啊，好多这种面罩哦，真的好可爱。这一条奥维拉街啊，它是洛杉矶最古老的一条街道哦。在洛杉矶还是西班牙领地的时候啊，这是由墨西哥北部有44个西班牙移民来开发的。哇，你看这条街道上有浓浓的墨西哥风情，走在这里真的是很悠闲哎。哇，我们看到这一棵树，你看它用这个木桩，然后支撑这一棵树，年代久远了，树已经把这个木桩包起来了，看起来就像是这棵树吞了这一颗木桩一样。我们来到全洛杉矶最古老的房子了，它是1818年就建造了，然后早上9点到4点，它是可以免费参观的哦。我们进去看看。哇，这就是最古老的房子哎。然后这是他们以前在吃饭的餐桌，这是那个家庭房间，这边是厨房。哇，你看他们用那个壁炉在煮东西。中间还有一个水桶。
哇，这是他在办公的地方。哦，看着他书桌，上面还有摆了书，跟他一些陈列他一些在工作时候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主要的房间。他们墙上都挂了好多那个圣母玛利亚或是耶稣的那个像。哇，他们以前的床也就很高了。哇，这边就是他历代的主人。哇，这边真的是洛杉矶最古老的房子哎，从1818年到现在200多年了。然后它就位在那个联合车站的旁边而已，走过来不到5分钟就到了。你看，这个是他们的庭园。你看这一棵仙人掌树也是长得好大哦。这一棵柳橙树，它结实累累。这个就是奥维拉小墨西哥的入口，它有一个好大的十字架，很漂亮的十字架。在这个奥维拉的中心有一个广场，然后中间有一个这个也是他们传统的一个建筑。那你看中间摆了好多那个雕塑物品哦，也是很漂亮。然后这边应该是亡灵节刚过完而已，所以有一些装饰都还没有拆下来。我们到小东京啦！哇，你看好熟悉哦，全部都是日文。我们到守望塔啦，旁边还有大谷翔平。你看到了小东京，马上就有日本元素了。现在有人在地上印了一个月光仙子。看到这一个红色的防火塔，日本叫守望塔，就表示已经到了小东京啦。小东京啊，它位于这个洛杉矶的市中心，是全美国仅有的3个官方的日本城之一哦。另外2个啊，一个在旧金山，一个在圣荷西。洛杉矶的小东京啊，是拥有目前全美国最多的日裔美国人的地方。哇，来到这里就像是来到日本一样。这边真的很多东京的元素。然后几乎都是餐厅。哇，这边有一间招财猫的一个纪念品店。哇，前面有一个好大的达摩。哇，发现了一个好酷的壁画哦！我们到啦，布莱德布利大楼。这个布莱德布利大楼啊，它里面的这个维多利亚风的中庭啊，它是在19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淘金的富豪，他叫做布莱德布利，他委托建造的一个建筑。它这个建筑里面呢，它保存了很好的一个有一个开放式的液压电梯。你看这些大理石的楼梯，还有锻铁的阳台啊，这都是很怀旧的一个建筑特色。这个中庭啊，也是唐人街啊、银翼杀手啊，还有恋夏500日电影里面都有出现，还有很多 MV 也是在这里拍的哦。布莱德布利，因为它受到科幻故事的影响，是有一个巨大的大厅，然后光线充足，然后从4面8方的窗户可以接收阳光。这一个的叙述啊，就变成这个布莱德布利大楼的设计的灵感。然后这一个建筑啊，它一开始估价是在17万5千美金，等它完工的时候啊，布莱德布利已经花了50万美金了，这是在当时是一笔很惊人的数字。哇，你看，现在布莱德布利大楼已经变成洛杉矶这个出镜率最高的建筑物之一哦。到啦，最后一间书店。我们来到网红打卡点啦，最后一家书店。哇，这么多人！你看这一家书店，它的那个风格跟一般的书局完全不一样啊。1楼主要是卖普通的书籍，还有黑胶唱片。你看它的墙上好多那个艺术品哦。你看它上面那个图案，全部是书本拼起来的哦。
它这边所有的元素全部都是用书本去做出来的。然后你看，这些都是原本银行的柱子啊、天花板啊，都是沿用原本银行的装饰。你看，这个就是飘在空中的书，好像来到哈利波特的世界啊。它这边2楼的陈列就会很有设计感。你看这个灯，旁边全部是晶片哦。这边是彩虹书墙。书店里面其实小房间也会有分那个风格，像这一间，你看它这边竟然有一个用电暖炉的那个导热管做的一个椅子。那它这边的书全部是那种诡异、恐怖谋杀事件的系列，你看黑色恐怖系列的书籍就都在这里面。最后一家书店啊，它的前身是一家银行哦。你看，这个是银行的保险柜。之前的保险柜啊，就是这里啦！哇，你看，这边都是用书做成的一个隧道哦。哇，这个隧道是用书本做成的，然后里面还有这个 LED 的灯条。你看，它把每一本书都看得很紧很紧，所以就做成了一个像隧道的样子。这面书墙，每一本书啊，你看都卡得死死的哦，完全不会崩塌掉。哇，你看就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书的隧道。这间最后一间书店啊，它也是在洛杉矶的市中心。它这边除了卖新书之外啊，还有一些二手书，然后它有卖黑胶唱片哦。这边呢，它原本是一间老式的银行，改装成这一间书店。所以啊，它留有这种旧银行的挑高空间，还有一些白色的柱子。从2005年开始啊，这边就用书店的形式开幕了哦。然后这边有展示了很多很有趣的艺术作品，还有一些很老的物件。然后它用原本的银行的这个格局啊，然后用小隔间的方式来展示。哇，所以这边啊，就成为洛杉矶艺术家还有一些古物爱好者有一个交流的平台。当初这个书店啊，命名叫做最后一间书店，那是因为这个店长啊，觉得实体的书店已经渐渐被网络书店取代了，所以他决定开了一间书店，捍卫对这种实体书本的热爱，所以就取名叫做最后一家书店。这就是天使铁路啦，就是越来越爱你的拍摄场地。天使铁路啊，它是全世界最短的缆车，它就在中央市场的对面哦。它本来是从1901年开始营运，它后来因为营运成本实在太高了，所以就关闭了。因为越来越爱你之后声名大噪啊，所以又重新开起来。这个天使铁路单程只要$1，大概从起点到终点全程只要50秒而已。就不用很费力的爬这一段很高的楼梯。我们要坐这个去华德迪士尼音乐厅啊，这个是属于100年标志型的景点哦，这个还蛮好玩的，我们来坐看看。我们要进去搭天使铁路啦，它最后一班车是晚上10点。要进去啦，它一次是1美元。一个人1块钱。Thank you. 圣诞节对美国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好大的节日哦，到哪里都有圣诞树的装饰。我们到华德迪士尼音乐厅啦。这个啊是由一个很知名的建筑师法兰克·盖瑞设计的，它是用大量的金属片覆盖哦。你看它的造型很前卫。
然后他的作品啊，还包括那个西班牙的古根汉博物馆，还有布拉格的跳的房子，都是他设计的哦。你看这个迪士尼音乐厅，它的外观啊，它是有很多片不规则，而且有带有圆弧，然后也有个性化的菱角，很亮的金属片所构成的。你看，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哇，它真的好与众不同哦。华德迪士尼是洛杉矶音乐中心的第4座建筑物。这个音乐厅的提案啊，是来自华特迪士尼的遗孀莉莉安迪士尼，她主动提议要捐款建造一座以华德迪士尼为名的音乐厅，而且一定要有绝佳的音乐效果，还有一座她最喜欢的花园。最后这些目标都已经实现了哦。她从1992年开始建造，到2003年完成。哇，她花了2亿7400万美金哎！这是洛杉矶史上最贵的音乐厅。它的顶楼的空中花园有一个蓝色喷泉，这是为了感谢华德迪士尼他的遗孀莉莉安迪士尼做的。这边真的是设计得很前卫，难怪当初说有点争议，觉得它破坏市容。因为真的是只有它一座银色的，然后这么的现代化，在这个市区里面。迪士尼音乐厅主要分成2层。1楼啊，就主要是商场啊、餐厅啊，还有一些卖纪念品的地方。2楼才是真正的演奏大厅。哇，它真的都是采木质建造的，哇，真的是很漂亮。2楼的表演厅今天没有办法上去，就只能在1楼这里逛一逛。无人计程车，没有啊？对啊，你看。对啊，很厉害哈！哇，你看，这就是 The Broad 的艺术中心。你看好特殊哦，中间还有凹一个洞。哇，这个天使铁路这个是上面的车站，做的好像那个城堡一样，像一个小城堡，好可爱。然后我们现在用走的走下去了，刚刚坐上来，现在走下去。哇，这边就是中央市场，太热闹了，太热闹了。里面就是吃的喝的都有。刚刚最有名的就是刚刚门口那个卖蛋堡的，可是它已经卖完了。这家甜甜圈也是很有名的，大家都在排队买甜甜圈。这家就是专卖辣椒的，什么都有。哇，好多。什么品种的都有，好多哦。像这边还有卖糖果的，它也是什么糖果都有，还有辣椒糖啊，这个西瓜糖，像毛毛虫一样的糖果，什么呀？像那个蛋黄一样的，好可爱哦。中央市场里面也有一个科比的画像，对啊，这它应该是夺冠的时候，你看那个旁边那个彩带撒成这样子。这里也有很多这种霓虹元素，就是用霓虹灯去做成的这个中央市场的这个 mark， 上面还有干杯，还有 whisky。城市之光到啦，好多人呐！城市之光旁边就有奈良美智，这个叫 Miss Forest， 哇哦！这个城市之光啊，是在2008年由艺术家克里斯伯登他所创作的作品。他费17年的时间啊，到处收集1920年到30年代，就是真实照亮过美国街道的路灯哦。然后把202座收集来的这些街灯啊，漆成铁灰色，就组成这一座在洛杉矶极为代表性的公共艺术。这个城市之光造型实在非常的独特，也经常出现在电影或者是时尚杂志里面。这里也是 IG 上出现率最高的公共艺术之一，也有很多婚纱照也都是在这里。这里称之为洛杉矶的地标之一，真的是当之无愧。哇，这个就是当初他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这些灯饰，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在世界各地上曾经使用过的灯座。
我们现在到洛杉矶郡立美术馆啦。哇，我们在这里啊，竟然发现中国的12生肖兽首哎！哇，其实这12生肖兽首啊，真的是做得栩栩如生哎，它雕刻得很细致啊，栩栩如生。这个位于入口处附近的漂浮巨石也是相当抢眼哦。如果有来洛杉矶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哇，这一块悬浮的巨石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真的好大一颗啊！哇，它真的是漂浮在上面了。这可以模仿那个照片，像是在他把石头顶起来的样子。我们到农夫市场啦！哇，这个钟楼很漂亮，很有圣诞节的味道。这个洛杉矶农夫市场啊，它创立于1934年。哇，里面有将近100家的业者哦，什么都有，烤肉啊、海鲜啊、披萨啊、蔬果啊、卖肉的啊，哦，一应俱全。如果你喜欢露天市集的话，一定可以来玩的超开心的。这里离比佛利山庄很近，所以有一些大明星也会来这边采购。所以这边也被称为名人的菜市场。这个市场啊，从1934年开幕到现在啊，已经有90年的历史了哦。这是洛杉矶最古老的农夫市场，在当时啊，不像现在规划成固定的商店模式，而是像大部分的传统市集一样，每天是由各地的农夫载送自家的农产品到这个市场贩售，然后聚集在这里。当时的市场啊，还是一片尘土飞扬的空地。农夫啊，就在各个卡车后面摆上蔬果跟花卉，就是随性的叫卖。然后到1941年，农夫市场的地标钟塔就落成喽。然后到了60到80年代，农夫市场已经成长，拥有大概120家店铺跟餐厅的旅游景点。然后它在1991年被列为洛杉矶历史文化地标之一。然后2002年，市场旁的格洛夫购物中心开始营业。哇，这边又创造了更多的人潮。走出那个农夫市集，画风一变，这边就变得好现代感哦。你看一堆现代感的那些建筑，表示我们到那个格洛夫了，格洛夫商场。哇，表情很严肃的市集，他会带你走遍这个商场中间一条线，很可爱哦，很可爱。好多人哦。真的有够多人的，哇！这里还有一个好复古的加油站哦，哇！那旁边这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圣诞树，哇！真的好有过节的气氛哦，哇，好酷哦！我们现在要坐车啦。哇，这个就是广场中间的水舞啊！哦，到啦！哇，这个就是南加州最高的圣诞树啦！哇，这个真是目前看到最高的圣诞树，它这个也是装饰的好漂亮哦，那个球装的好密哦！哇，真的是很漂亮、很漂亮的圣诞树。哇！格洛夫购物中心啊，最著名的除了南加州最高的圣诞树之外，还有广场正中间的水舞。格洛夫购物中心啊，占地约57万平方英尺。除了有各式各样的高档商店之外，它还拥有一座有14个大萤幕的电影院。格洛夫购物中心最美丽的地方啊，就是位于广场中心的喷水池了，也为整个格洛夫购物中心增添了欧式的味道。我们来到加密货币体育馆啦。这里啊，原本叫做史坦坡中心。这里啊，是以 NBA 球迷最多的洛杉矶湖人队的主场，所以你只要是 NBA 的球迷啊，你一辈子一定要来这里朝圣一次哦。
我们现在要去看 Kobe Bryant 的雕像，你看这边就是要排队，现在就是排队要跟他拍照的。外面还有很多人啊，还有魔术强森啊、O'Neal 都在外面。最热门的就是这一个Kobe Bryant 的雕像，大家就排队要去跟他拍照。那个圣诞树有够高的，这是一个溜冰场的圣诞树。